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。重庆外号山城、江城，也有人喊它雾都。在这里，洪崖洞的夜景美得不像话，在天上跑的轻轨让你领略魔幻的立体都市。解放碑的步行街，吃的喝的玩的应有尽有。不过你来都来了，我建议你去一趟市区以外的大足石刻。大都石刻宝顶山景区分为3个区域，可以停车和检票的游客中心，景区内酒店、民宿、餐饮、超市的聚集地瑞象广场，最后的大佛湾就是景区石刻的所在地。在游客中心检票后，需要乘坐付费的大巴一路开到瑞象广场，在这里简单停留后，还需要再换乘小型的观光车到达石刻的所在地大佛湾。在这过程中，旅游的情绪价值给你拉得满满的。大佛湾是一个 U 字形的山谷，集中了大足石刻最为精华的部分。17处石刻分布在东南北3面崖壁上，其中有5处是这里独有的造像。进入大佛湾，首先看到的是刘本尊石链图，分为上中下3层，最上层为五佛4菩萨盘坐于小圆龛内，第2层中心是主像刘本尊。造像右眼失明，左耳缺失，左侧衣袖自然下垂，可以看出是左臂残缺所致。身体上的这些残缺就是刘本尊主张的自残式的修炼方式。两侧的石链图就是修炼方式的展现，分别为炼指、立血、炼怀、挖眼、割耳、炼心、炼顶、舍臂、炼阴、炼气。其实这是10种极其残酷的修行方式，是刘本尊为了弘扬佛法，教化世人，以此石链图修行，最终达到了极高的精神境界。厉害！最下层是本尊的17位文武仆从侍卫，因战乱等多种原因，工匠四处逃散而未完成。可以看到石刻的下半身为半成品的雕刻过程。地狱变相图整体分为4层。第1层是10个小圆龛，刻有10方清佛，代表着慈悲与智慧。第2层中心为地藏菩萨，作为地狱的主宰，他目光俯视，悲怜慈祥地关注着地狱里的芸芸众生，手中的宝珠射出4道光芒，上达天庭，下至地狱。两侧为地府的10殿掌控者，他们负责审判世人生前的善恶行为。下面2层则刻画了地狱的18种恐怖的施行情景，刀山、寒冰、剑术、油锅、劫息等受刑者的惨状，在警告世人一定要积德行善。好的，一定。释迦涅槃圣迹图是大足石刻的标志性造像，半身卧佛长31米，高6.8米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身卧佛造像之一。石刻展现了释迦牟尼涅槃时的场景，卧佛前有18位弟子，他们合掌持钵，手持香花水果宝珠等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弟子像中有四川密宗人士的加入，如刘本尊、赵志奋等人，这也是地方文化特色的体现。上方云中站立9身造像，为释迦的姨母、发妻、天女等，烘托了佛祖涅槃时的神圣氛围。千手观音造像最初雕有1007只手，这些手在崖面上呈放射状分布，形如孔雀开屏，金碧辉煌。每只手掌心中有1只眼睛，象征着千眼观世。观音手中手持各种法器，如日月、宝剑、如意、宝瓶、莲花、宝镜等。这些法器不仅有宗教的含义，还反映南宋人民的生活用具、劳动工具和战争武器。在圆觉洞的正前方有着盘腿而坐的3身佛造像，洞壁的2侧为12圆觉菩萨、文殊、普贤、普眼等。各位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疑难的问题，便化身为佛前长跪的合掌菩萨，它代表12圆觉菩萨轮流跪于佛前请示，一问一答问法的场景。圆觉洞内的造像技艺精湛，菩萨们个个端庄典雅，轻纱薄裙，脸部肌肉丰腴细腻，有着童颜肌肤的质感。当我站在这里，倾听着千年的故事，用镜头记录着石刻的每一处凹痕，每一刀每一凿都斜刻着历史的痕迹。这是艺术与信仰的交织，历史与未来的对话，这也是人类文明不朽的辉煌。